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？拉萨考察完，直接飞去釜山。师傅，我这几年几乎每个周末都在给你加班，我就安排这一回，还要给你报告。有投诉吗？回去看老朋友？对，有个老朋友结婚。喂，陈老板。木兰酒庄的合同我们已经在走流程了，大约1周之内可以寄到您那儿。好嘞，您放心。等您来了上海，我亲自带您游外滩。好嘞，谢谢，再见。听说你又给分公司递交了总经理申请啊？是啊。第1年董事会说我太年轻，第2年呢又说要优先考虑资深的前辈。今年我给公司拿了3个大项目，我看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。这么想离开我身边？我在特助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太久了。再说，等我成为了经理，我可以给你赚更多的钱。肚子饿吗？带点吃的东西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公司吃盒饭吧。我听说拉萨这个项目竞争还是挺激烈的，我想趁热打铁。Good， 看来是势在必得。这个项目我做了3年，也等了3年。等我成为了总经理，你再给我庆功也不迟。怎么样？2年不见，阜成变化很大吧？哥，你知道吗？人民公园已经拆了，现在那边建起了商业化小区，好多有钱人都跟那儿买了房子。那公园去哪儿？搬去西边了。阜成一中和人民医院马上也要搬过去了。近几年，阜成的地产发展的可快了，以后那边呢就叫高新区，据说还要引进好多高科技的企业呢。哥，这次回来还走吗？年纪大了，不想跑了。沈娘她走之前是不是对我很失望？怎么会呀？她要是知道你表现好，提前释放了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这2年你一个人在外面飘着，她肯定又要心疼了。不说了，都过去了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哥几个知道你今天回来，都可高兴了。一会儿咱们去陶杰的酒店吃个饭，大家给你解解风，啊。
哥，你先下，我去停车。他是不是不想见我？你先等我，我去找他。要是还没准备好见他们的话，今儿就先别见了。我还要去趟居委会，改天吧。之后呢？回家。行，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。嗨，哎呀，你不用陪着我，我一个人生活也没问题。谁愿意陪着你啊？我就是喜欢你那个船屋，我都住习惯了。怎么着？你要赶我走啊你？臭小子，你愿意陪着我，我是开心的。哥，回家。走。哥，看什么呢？以前咱们看《古惑仔》的时候，都是真刀真枪的干，现在闪一道光就天崩地裂了，这我都看不懂了。哥，这就是你不懂了吧？现在年轻人就爱看这个。来，欢迎回家。以前的生意都怎么样？你問邊個啊？浩南的分該。都講好喽。浩南哥斷了只手，回老家了。山鸡哥做生意当老板去了。浩南最后跟谁在一起了？这我哪知道啊？孤家寡人吧。干嘛呀？我过来不行啊，哥，要不这样，你来我公司吧，咱俩一块干。不用了，居委会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生意的事情呢，我早就不想了。哥，只要你愿意加入，我公司永远有你一份。臭小子，你哥的事都管起来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一直都自己做饭吗？也没有，有空就做，平时工作太忙就随便吃点。你身边怎么没个女人啊？我现在只想赚钱，对女人不感兴趣。你又帅又有钱，怎么可能没有女孩子追你呢？当年你开溜冰场的时候，不是也特帅特有钱吗？怎么身边没个女人啊？我有女人，只不过不在身边，在心里。那还不赶紧见人家？你心里就没有想见又不敢见的人吗？
还在想你的白医生呢？来，白经理，白经理，这一次不选我的理由是什么？这是董事会的选择。是董事会的选择，还是因为她是公司董事的女儿？这是他，也不是你想象中的贞观系户。他在瑞士读过金融专业研究生，还在香港总公司实习过1年。那项目经验呢？去年你们就是用这个理由拒绝的我，所以我做再多的项目，帮你赚再多的钱，也去不了我想去的位置。已经第3次了，为什么别人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你们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至少一次凭实力都不行吗？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是因为我看中你，才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好了，比起做总经理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一个枪手？你的马前卒？还是一个任你指挥的棋子？你忘了当初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怎么说服我给你工作机会？怎么拼命也要证明自己？你现在这个选择，代价有点大。如你所见，我走投无路了。我现在需要一个工作机会。一个把自己声名烧成习棋的人，我为什么要帮忙？但他不是最终局，一盘棋的最后一枚棋子，虽然看起来没有生存的希望，但是它不是死棋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它就可以绽放最强大的生命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最低层的实习生，一路打拼到现在的位置，你现在要放弃这一切，回到原点。对不起，这个白男我不认识。上個月，我同意大利嘅 Mr. Mancini 打咗個電話。佢喺意大利擁有一間非常之高品質嘅朱古力企業，我計劃控股國內一間食品企業，將佢改造成為意大利品牌嘅代工廠。將來，意大利人會提供技術支援，仲會幫忙打通歐洲嘅銷售渠道。目前，我哋手上邊有3間咁嘅企業資料，這怎麼選擇 ？Advice。我投苏州一票。首先啊，它是一个老字号，而且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相当的利好。哥们，我觉得广州这家公司啊，交通比较发达，而且它和香港总公司的业务往来也很密切。我也是蛮赞成广州这一家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福城的金红雀食品厂。我记得我来公司的第1天，您就跟我说，投资公司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要有一双寻找价值洼地的眼睛。现在广东很多城市的市场已经发展得非常好，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需求。我刚刚去过福城，虽然当地的发展不如广州和深圳，但这恰巧给了我们抢占市场的机会。而且当地的陆运、海运也非常的方便，所以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讲是很高的。你来上海之前就在这个食品厂待过？对，食品厂工人技术素质很高，厂里的设备也很齐全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厂子处于一个低谷阶段，经历了几次改革都没有救活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入局的话，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价格
说不来。我觉得啊，还是广州对意大利人来说更有说服力吧。而且我觉得福城的发展前景也不明朗的，你这个方案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？那个金孔雀食品厂，占地有多大？200多亩地，而且福城风景秀丽，不妨试一试，或许意大利人会喜欢。辛苦啊！一会儿请大家吃雪糕。李总，你这两箱雪糕得值多少钱呢？几万块钱吧。几万块？嗨，这算什么呀？像这个车下午还能拉10车过来啊！李总，今年夏天可特别热，你们卖他个几十车，不得整套海景房啊？嗨，为了这冷库，我们给厂子那么高的租金，那还不得可劲儿用？我看出来了，您真是咱们福城的大财主啊！说什么呢？辛苦了。没事。您说，最近厂里还有一些对你们不太好的传言。什么传言？大伙儿说你们在外边卖冷饮、卖雪糕，一个月能挣几万块，给厂里就交几百块钱的租金，这不是占厂里便宜吗？他们想把你们轰。师傅，你别听他们成天搁那造谣，什么几百块钱啊！去年我跟小陆，我们俩亲自找洪书记聊的，一个月2000块钱的租金，白纸黑字，那写的明明白白的，我们可没占厂子便宜。师傅，真是这样？不用辩解了，你们俩是我带出来的，我还能不相信你们吗？但是啊，树大招风，这2年你们是挣了一些钱，但是有很多人看着眼红，所以说3道4。你们呢，也稍微的悠着点儿，不然的话，在这厂里会动摇军心的。师傅，咱们这个厂都半死不活多少年了，哪儿还有什么军心呢？是这厂里现在真是太穷了，所以人穷志短吗？肚子里都是气，你们俩别把人家气给挤爆了。你们现在是发达了，但是也应该考虑一些那些还过苦日子人的心态。我们发达什么呀，师傅？行，以后到厂里来，能不能别把这车开进来，走进来，别太招摇了，明白吗？行，师傅，都听您的。行嘞。好，我这话也都说完了，那我走了啊。师傅慢走，您慢点，师傅。我就是想不明白了啊！我们凭本事赚钱，别人有什么可眼红的呀？你有怨气你自己憋肚子里啊！你赶我们走干嘛呀？没见过宝马呀？好像是。啊？没什么。走吧。啊，你就放这儿就行，谢谢。白兰，做梦都没想到你能回厂里来。我是应该叫你白经理呀，还是白厂长？你少来了，我还是白兰。啊，你要在这儿住啊？现在福城好的酒店那么多呢。住厂里方便，免得跑来跑去。瞧你这艰苦朴素的样子，有你这么个好领导，改革可算是有戏了。但是这月黑风高的，你一个人怕不怕呀？要不我陪你一起？我可不敢把新婚小娇妻拐过来，那李光南不得杀了我？他敢。没关系，我一个人住可以的。
不过我最近工作的事情弄得我有点焦头烂额，你可得帮我。啊？我只是一个劳资科的小科员，我怎么帮你啊？我这次回来呢，是为了带领食品厂转型成为意大利品牌的代工企业，周转资金，扭亏为盈。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财务总监。财务总监？你不会是说我吧？就是你啊！别人觉得你是丁德忠的外甥女，靠关系进来的，但是我知道，你初中毕业就可以自学高3数学了，3位数的加减乘除更是脱口就来了。咱们厂当年发年终奖的时候，几千号人的钱你算得明明白白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还有点厉害。那可不吗？而且你在厂子里这么多年，也是最熟悉厂子的人，所以我想来想去吧，也没有第二个人选。好，只要能帮到你，我就浑身是劲儿。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，像以前一样。不过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厂里资金困难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，里里外外的纠纷更是一笔乱账。如果有外租的场地设备，我们都要全部收回来。一定要做一份漂亮的清单，才可以说服意大利人。那小陆和李光南租的厂里的冷库也要收回去吗？他不是早就离开厂子了吗？是早就离开了，但是这么多年，厂里一直靠租场地和设备维持账面上的资金，他们也依赖厂里有个后方保障。冷库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那我们也得一视同仁。我会按照合同给他补偿。你这次回来见过小陆了吗？还没有。我觉得你们还是见一面谈一谈，没准儿还有通融的余地呢。我这次回来是工作的，我可不想让他影响我的决策。什么？还要加订单？肯定没问题啊！您可是我的大客户，肯定得给您面子呀。行，您放心吧，等我消息吧。好嘞。喂，刘哥，情况有点变动，需要再加5辆面包车，总共10辆。这您一定得给我安排啊，否则明天全福城的人民可就吃不上雪糕了。行，那交给您了啊，麻烦了，改天我一定登门感谢。好。陆总。有时间聊聊吗？尝尝。奶茶。我自制的，一般的客人我可不给他泡。你怎么不继续你的奶茶事业了？因为做品牌代理更赚钱一些。我今天找你，也是为了正事。我的上海投资公司准备收购食品厂的全部股份。什么意思？公司董事会研究福城很久，我们相信福城是未来东南沿海地区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。收购食品厂只是第一步，我们打算改造食品厂，成为代工外国产品的现代化企业。没想到你对食品厂还这么有感情。没有，我也是有私心。可我已经不是食品厂的人了，你找我能谈什么？
我们需要收回所有租赁出去的场地和设备，这样才可以和我们的合作方谈判，包括你的冷库。原来你来找我，是为了这个事儿。不然我来干嘛呢？好，那我也告诉你，绝不可能。如果没有了冷库，我那么多雪糕没有地方储存。福城又不止一个冷库，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一起找。你根本就不懂，雪糕是会化的，只有食品厂的冷库是在全市的市中心，符合我们的运送标准。那我给你们一笔赔偿金，你们可以用这个钱去租冷藏车。白兰，我记得当初咱们跟德国专家谈判的时候，是你告诉我要讲契约精神。怎么，现在让我毁约说的这么轻松？冷库是食品厂的重要资源，我只能这么做。抱歉。这对你来说重要，对我来说更重要。那你开个价吧。我不想跟你谈钱，你回去吧。2倍呢？白兰，我想你应该了解我，钱是不会让我退让的。还是你存心想践踏我们的？我们的交情。我们什么交情？没什么，没别的事儿的话，你回去吧。好啊，既然你不想聊的话，我给你1周的时间，把冷库清空。白兰，你不要觉得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你听好了，我绝不会搬。你这是在赌气。你回来，我垂头丧气的。陆大江，豪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大江呢？我哥不在啊。陆大江，陆大江，你给我出来！陆大江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你连我你都不敢见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我妈蛋蛋小鬼，你最后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！豪姐，算了吧。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，
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，谁不知道谁什么样啊？谁没见过谁最落魄的样子啊？你干嘛呀你？你要不想见我，我不强求你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少抽烟少喝酒，别给我惹事儿，给我好好的活着，听见没有？回忆是不会停歇，留在相遇给我好好的活着。望风湖何地清楚，只留在心海深处。你不是也放不下他？否则为什么不见他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跟我都没提过这事儿。说实在话，其实我根本高攀不上人家，人家是大家闺秀，爷是华侨，一直在国外做生意。改革开放后，他爸爸就去找他爷爷了，家里就剩他和他妈妈，所以受尽了这些小混混的欺负。有一次让我遇见了，那我肯定不能袖手旁观，对吧？后来，他就死心塌地的跟着我，直到我犯了事儿，自己跑到香港去。还够可怜，跟我在一起也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。我不想拖累他，不想让他一直等我，所以故意不见他。我想让他寻找更好的生活。他误以为你把他扔下了，反而把你记得更牢了。但他后来怎么就成了 KTV 老板了？后来他爸在加拿大成了大学教授，就把他接到加拿大念书去了。再后来，他不想继续再上大学，他爸就给他了一笔钱，让他回国做生意。当时逃跑的是我。现在我有什么脸来面对他？哥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你对我说的话了。我说过那么多深刻的话，你指的哪句？想见，却又不敢见。玻璃屋檐已经是后的渐变，阳光坠入
失眠海面，迷雾冷酷遮住视线。盛开季节，花草蔓延，毫不情愿。一页页手写情牵，一年年想念几月。也许天会是是非非，不觉负累，体会终点模糊无所谓。空中花园，自已解决。这点时间里。去府城，想好吗？想好了。有熟人的地方是优势，更是困难。只要你心里没有障碍，我可以把这个项目交给你。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？我只是了解了你的弱点。那我会证明给你看，只有我可以拿下这个项目。收购重建这个工厂，可不是按占度假村这么简单，没有1年半载脱不了身。与其在这个结果弥补的事情上接单，我更希望你帮我到各个城市工程落地。那既然这么难的话，我想加一个条件。你说？如果项目成功了，我想自立门户。这怎么想要离开我嘛？师傅，这些年你帮了我很多，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你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带我做，我很感激，也不想欠你的。但是我想要自由。好，那我答应你。但是完不成，你再帮我10年呢？一言为定。很遗憾，在我的领导下，这么多年，咱们食品厂在改革的大潮中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在此，我给大家郑重道歉。不久，我也会把接力棒交到新的管理者手中。咱们食品厂历经风雨，谁曾想，曾经在我们食品厂工作过的白兰女士，会代表华兴投资集团，成为我们厂的新的管理者。下面，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白兰女士回家。下面我们有请白兰女士给我们大家讲几句。毕副市长，我们这么小的仪式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是食品厂涅槃重生的日子，再忙我也得来啊。是。小白啊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毕市长好。准确的说应该叫副市长。刚好企业改制这一块由我来负责，以后我们又要在一起打交道了。请您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。我一直都在支持。是。同志们，我相信咱们食品厂在白兰同志的带领下，一定能够走出困境，重获新生。咱们食品厂有40%的股份还在市里边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今天我代表市委、市政府表个态，我们全力支持白兰同志的改革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大家鼓掌。
来，我给你算一下啊。咱们为了抢车，先赔人家2条中华，花了1000块；赔人家茶叶厂500块。咱们想再租个冷库，这还得好几千块。咱们这个月亏空太大了，那冷库绝对不能让出去了啊！你在那看什么呢？我在算，在城里建一个冷库需要多少钱？你疯了吧？有现成的不用，你还自己建一个？小陆，你是不是打算跟白兰妥协啊？肯定不能妥协啊！可白兰那个人什么性格你也清楚，咱们肯定要做2手准备啊。白兰是什么性格我清楚的很，多倔呀！可是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呀。不是我说啊，你不是号称福城第1猛男，白兰面前最深情的男人吗？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我也曾经以为我可以劝动他，可我到了今天，我才发现，过了5年了，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就把它变回来。要我说啊，你就把你那所谓的尊严给收一收，头上抹点发胶，喷点香水，去把你最深情的一面展现给白兰看看，求求人家。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，再说了，她现在在想什么？身边有没有男朋友？过得好不好？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开口啊？回忆一下过去的美好呗。你们俩曾经那么多甜蜜，又不是假的，真当不成男女朋友了，还当不成朋友？小陆，哎呀，小英跟厂里边人打起来了，我根本就劝不住，你赶紧跟我回到厂里边救人去吧。我看谁敢过来！牛小英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本厂的职工了，你再这样胡闹下去，真出了什么事，厂子里可不保你。老马，这破厂子现在保得了谁啊？是你，是你，还是你啊？外面的人来了，你们不还是像一条哈巴狗一样舔上去啊？哎啊，你好，随便你怎么说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这个厂子还存在一天，不管厂领导是姓洪还是姓白，我也要站好这个保卫科长的岗，是不是？对。啥也别说了，给我办。我看谁敢过来！回这！朱小英，我告诉你啊，保卫科的人记住，千万不要动手啊！动手！只搬东西，不要打架！我看谁敢过来！谁让你们动我们仓库的啊？冷库还在我们租期内呢，你这样我能告你们的，听到没有？告！你告谁？啊？还我们的？哎，你们的？是你们这帮小兔崽子啊！打小吃着厂里的饭啊，住着厂里的房，怎么了？啊，现在你们一个个都翅膀长硬了啊？还分个你我他？老板，你有你的职责我懂，但我也有我的原则。这是我们的仓库，你今天说什么，我也不会让。小陆啊，那就真别怪我了。哎！赶紧跑过来！赶紧跑！跑！我跟你说，不要打架，不要动手！哎呦！枪毙他！小陆，没事吧？啊？不是，这，哎呀，我是你